大家好，今天很高兴给你们介绍我们汉堡的音乐首都。汉堡的音乐是非常的多样化的，一别爱乐音乐厅是我们汉堡文化的标志。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其他的音乐厅。汉堡有3个专业的乐团，还有很多室内乐团啊、合唱团啊，当然也有很多业余的乐团，还有很多的这个音乐学院，很出色的。但是汉堡的主要魅力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堡没有被一个国王或是侯爵统治的，所以音乐家都可以很自由的发表他们自己的开创他们自己的事业。汉堡的市民可以自己决定汉堡的音乐生活。就像巴赫，我们知道他跟他的侯爵吵得都被关起来了，这种事情是在汉堡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很多音乐家很喜欢来汉堡开创他们的事业。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汉堡的市政厅，这个汉堡市政厅是第2次世界大战偶然没有被破坏掉，很妙。所以我们可以站在这边享受这个景观。天气又那么好，所以我们现在跟随这些音乐家的足迹来绕一圈。好，我带你们去参观，我们走吧。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作曲家就是 Georg Philipp Telemann。Telemann 这本就是他的墓碑。奇怪，怎么市政厅前面有一个墓碑？这原来是一个墓园，所以他就是埋在这儿。他在汉堡总共工作46年，一直到他的过世为止，很重要的一个作曲家。汉堡是一个很多水的地方，所以很多音乐家得到很多这个水的这个创作的灵感。他也写一个埃斯特湖的序曲。埃斯特湖的魅力，我也一定要给你们介绍。在汉堡的市中心有一个湖，很棒的，我们去看看。我们现在到达了汉堡的国家歌剧院。这个歌剧院它不但包括这个爱乐汉堡国家交响乐团，它的指挥是 Kent Nagano， 也包括汉堡的芭蕾舞团。他的很有名的老师、很有名的团长是 John Neumeier。这个是马勒的纪念碑，因为马勒他也曾经在汉堡当总指挥。从1891年到1897年，后来就换到维也纳去了。好，继续走。Brahms 是1833年5月7号在这儿出生的，但是这只剩下一个纪念碑。他诞生的房子被破坏掉，在战争的时候，很可惜。从穷苦家庭背景出生到汉堡荣誉市民，Brahms跨过很长的一条路。他这个一生很有意思，但是跟他的家乡总是关系有点复杂。但是除了这个纪念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纪念 Brahms， 我们慢慢去看。
这就是我们汉堡的 Lice 音乐厅，它就是一北爱乐音乐厅的姐姐。这是比较传统的建筑，比较传统的音乐厅，差不多有1200个位置，但是还有很多可以看的，走，去看。我们现在到了汉堡的 Komponistenkvartier， 音乐家的宿舍。为什么叫宿舍？因为这个就是以前市民的房子。那这个博物馆小小很亲切，好像一个宿舍一样，但是它里面陈列品很多，然后资料也很丰富，很值得进去看。它介绍就是汉堡7个有名的作曲家，第一个就是 Georg Philipp Telemann。Karl Philipp Emanuel Bach 就是巴赫的大儿子 ，Johann Adolf Hasse、Fanny Mendelssohn、Felix Mendelssohn、Johannes Brahms、Gustav Mahler， 他们都曾经在汉堡住过，在汉堡表演他们的音乐，在汉堡工作过。好，带你们进去看看，好不好？我们参观这个作曲家的宿舍，是从 Telemann 开始。Telemann 在汉堡总共46年，做了很多曲子。他主要是教堂的音乐。我们看到第18世纪的汉堡地图，你看红点都是汉堡的教堂，汉堡有5个主要的教堂 ，Telemann 都是在那边工作的。还有白点是他们作曲家的住所，黑点是表演的地方，就是音乐厅。可以看得很久，你看到那个艾瑟湖，我们刚才不是走过那个湖吗？就是在那边，很有意思。那原来汉堡有一个这个市民的这个歌剧院，这是欧洲第一个市民的歌剧院，可惜拆掉了，我们看不到的。我们现在去看他的 Telemann 的陈列品。这是巴黎的地图，怎么会有巴黎的地图在这儿？Telemann 在最出名的时候，他就实现一个梦想，很想去巴黎。在巴黎，他也作曲，那时候他已经很出名，在法国也很出名，很想去那边，然后作曲，然后得到一个版权。这个版权，欧洲好像很少作曲家得到版权，所以他们，你作曲，后来有人印来印去的啊，那个抄来抄去的啊，你没办法限制，所以他得到版权，表示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作曲家。那他们也在当地印他的谱。他那个谱是有那些工具来印的，很有意思。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印的是那个镜像，因为你印的时候会反过来，所以看到这些工具也很有意思。46年以后，接他的位置就是他的好像干儿子一样，巴哈的儿子 Karl Philipp Emanuel Bach。我们去看他在汉堡也是差不多20年了。这个乐器就是古键琴。古键琴我从来没有弹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弹呢。但是我知道Karl Philipp Emanuel Bach非常喜欢这台琴。他喜欢它哪一点呢？我示范给你们看，好像可以做那个抖音，像小提琴一样抖音啊。所以他那个新的那个感情主义派的这个奏鸣曲啊，这些古键琴的音乐啊，适合弹这个乐器。因为我按这个键，我可以直接按到这个弦，直接跟弦接触。普通的钢琴这个技术，这个机器，那个榔头它会掉下来，不掉下来，那个弦就没办法响。这边不一样，我们弹这个弦还可以抖，所以这个应该说是它的构造非常简单。是这个乐器是最古老的，它原来是1761年的这个乐器，但是后来
这个复制品啊，现代的，可是它完全是按照以前的乐器来造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办法听得到？有抖音哈，而且它跟古键琴不一样，古键琴是里面机械比较复杂，而且古键琴它不能弹大小声，没办法。我示范看看，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大声跟小声弹出来？我看这个音对我来说很不好控制。因为这个键弹起来很轻，所以很不容易控制，不知不觉的弹得越弹越快。可是我发现比较重要的音要稍微保留一点，也可以用抖音，这个会真的有表现感情比较丰富，所以他就很喜欢这台乐器。这个博物馆它也有说明要怎么弹呢？它有一个影片，你们可以看。所以对古典那个巴洛克的音乐，尤其它的乐器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这个影片，很有意思。他会教你怎么弹，然后你可以示范一下，非常好。我刚才谈的这个古键琴，巴赫他自己写了一本书，当时很有名，真正弹琴的好方式。如果他听我这样弹这台琴呢，我一定被他骂死了。还好他没有听到。好，我们继续走，看下面的。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Fanny Mendelssohn 跟 Felix Mendelssohn 两个都是天才儿童，也从小培养，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都是同一年去世的，一生都是保持很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人、哲学家的那些照片，表示说他们的家族跟这个文化的生活跟那个文人的世界非常的密切的关系。他们家族也有哲学家跟文学家，都可以看得到，很有意思。可惜他是我们女的作曲家很少，她就是这么一个，我觉得太小看了。我们应该多听她的音乐，多弹她的音乐。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马勒他表演的海报，他的音乐节目的海报，有一艘船，他也去过美国，在那边表演他的音乐，还指挥，他主要是指挥家。这个是他生活一个小细节。马勒很喜欢骑自行车去上班，因为这边距离都很近，所以这台自行车就是当代的自行车，搞不好就是他的。我们博物馆介绍到这边还有很多可以看的，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介绍。下面还有 Brahms 的部分， Brahms 博物馆
我们下一次再仔细介绍。今天到这，我们用走的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教堂就是圣米迦勒的教堂，算是汉堡5个主要教堂之一。它是巴洛克时代的教堂，里面非常的漂亮。提勒曼跟他的教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巴赫都在这边工作过，写作啊、指挥啊，所以巴赫那个 Brahms 不是巴赫 ，Brahms 也在这边经过洗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教堂。你们上去这个钟塔，坐电梯上去，从上面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汉堡的景观。这个船从易北河进来汉堡港，第一个教堂就是看到这个 Michel， 我们简称 Michel。现在我们也是沿着易北河去这个易北爱乐音乐厅去参观，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易北爱乐音乐厅已经成为汉堡的标志，瑞士的一家建筑公司来盖的。这个音乐厅代表汉堡的新社会跟旧社会，新的跟旧的，因为它是盖在一个仓库的上头。我们这个仓库城市很多仓库，这个仓库原来是烟草跟咖啡跟可可豆，还有咖啡豆。现在是观众，已经没有咖啡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个部分是以前的仓库，新盖上去的就是音乐厅。那外面那层玻璃很漂亮，还有上面110公尺的高，就波浪形的屋顶，很漂亮。因为它是仓库的最西边的位置，它3边都有水。所以它的位置也很棒，外面好看，我们进去更棒，走。我们现在进了北的爱乐音乐厅，我们是上欧洲最长的有幅度的扶手电梯，总共80米的长度。我们现在就是在仓库的屋顶上，37米高，基本就是对外开放的观望台。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圣米迦勒的教堂，下面就是易北河，那边就是汉堡港，非常漂亮的景观，慢慢欣赏。从我们这个观望台可以达到所有的音乐厅。我们有3个音乐厅，一个大的，还有小的，叫做共鸣合作团音乐厅，还有一个仓库的音乐室。那边有很多乐器啊，你可以尝试，你也可以参与乐团，所以它是也是一种怎么说交易的一个地方，很好。那个大的音乐厅
就挂在我们的头上。这些大的柱子等于是承担那个大的音乐厅的重量，而且是完全隔音的，所以你在音乐厅不会听到外面的声音。我们现在就上去看一看。我们现在上来，这里是大厅的门厅，从这边欣赏到这个建筑的风格，很有魅力的。这个乐厅的主要乐团是 NDR Elbphilharmonie Orchestra， 就是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交响乐团，这个名字很长。他的总指挥是 Alan Gilbert， 我们就很喜欢听他们表演。一般表演的音乐是古典音乐，但是其他的风格也都可以听到，爵士音乐、热门音乐，所有都有。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其他节目，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到管风琴，机会难得。好，我们进去大厅。Thomas, hallo. Hallo, Anne. Ich bin Andy. 今天我们原来就是要参观这个厅，这个音乐厅，那结果也可以看到这个音乐厅的这个管风琴家 Thomas Cornelius， 他照顾这台琴，他也在这边弹琴，有时候跟乐团一起，有时候跟合唱团，任务非常的广泛。等于是说我们两个是音乐的同事。gesagt, dass wir praktisch Kollegen sind und dass du ein weites Feld hast, dadurch, dass du begleitest, auch mit Orchester spielst, mit Chor begleitest und dass du das Instrument auch betreust und so. Ne? Das ist eine wahnsinnige Akustik. Kannst du uns ein bisschen was darüber sagen? 这个共鸣
很棒。然后这台这个管风琴的范围这个很大哈，对，规模很大，所以我想问 Thomas，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关于管风琴还有音响的一些这个内容？ Ja, also wir haben hier eine Orgel, sozusagen viel größer als ein Klavier, 4 Klaviere übereinander und die ist dann da in der Wand eingebaut, über 15 mal 15 Metern mit fast 5000 Pfeifen. Also wir haben hier über 2000 Sitzplätze und fast oder mehr als doppelt so viel Pfeifen sind da in der Wand eingebaut, von die kleinste 10 Millimetern bis zur größten 10 Meter. 这个管风琴，它这边有4个键盘，然后它有差不多5000个音管，整个宽度15米，高度也15米，最小的音管差不多10公分的长度，最大的大概10米的长度。Und dann haben wir eben die Möglichkeit, über diese ganzen Registerschalter eben verschiedene sozusagen Instrumente, Pfeifenreihen einzuschalten und dann eben ganz individuell den Klang auch zu gestalten, von ganz leise zu ganz laut, um dann diesen großen Saal mit Klang zu füllen. 那这边是这个音栓控制这个声音，可以弹出很多这个那个乐器的这个声音，也可以控制整个的音量。它总共有69个这个音色。Na, sozusagen, wenn wir nur das alles ausschalten und nur ein einzelnes Register haben, sozusagen eine Flöte hier. Das 就是笛子的声音，它现在只用一个音色。Ja, das ist die gleiche Lage wie beim Klavier und ich kann dann aber in verschiedenen Oktavabständen neue Klänge dazuschalten. Also das sind 8 Fuß, wenn ich dann noch eine Oktave da drüber. Auf dem Klavier hätte ich das jetzt sozusagen doppelt spielen müssen. Ja. 它现在可以多加一个8度，如果钢琴上它必须就弹比较高的音跟低的音同时弹，现在只需要按那个音栓，这个音栓有点像麻将牌，很有意思，就会有这个8度就出来了。Ja, und so kann ich dann, wenn ich dann immer mehr aufregistriere, so haben wir dann den ganz typischen Orgelplenumsklang, wie ich ihn auch gerade... Das war jetzt aber nicht nur Flöte, ne? Nee, das war sozusagen hier wirklich die Prinzipale, aber halt über 8, 4, 2, 2 Drittel, 2, 4 Fuß. Also im Grunde pro Taste sind es dann 10 verschiedene Töne. 这样一个键有8个不同的音，都是从这边控制的，很方便，好像比钢琴简单，其实不是。所以它可以加很多音色，也可以加很多的8度。Genau, und dann können wir als Organist einfach unseren persönlichen Klang mischen. Auch für so einen Bach ist es nicht festgeschrieben, wie ich das zu machen habe. 它这个调这个音色，这个看按管风琴家自己的意见。巴赫刚才谈的这个是巴赫很有名的这个托卡达，巴赫他自己并没有规定你现在是要用什么音色，用什么音，他们自己决定的，所以蛮自由的。Da sind die Pfeifen jetzt, man sieht nur einen Teil der Pfeifen. Ja, genau. Also man sieht im Grunde von Klingenden weniger als 1% können wir sehen.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音管啊，不到1%，因为它差不多5000个音管。我们这边的座位有2100个，所以好像每一个人2个音管以上。那么他刚才前面跟我讲说，上面有一个反射器，这个反射器是反射这个声音，因为你表演台那个音乐家没有这个反射器，那个音传得太远，好像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我有点不自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必须有这个反射器。
反射器本身也有这个音管，我们来听听看，很有意思。Kannst du das mal spielen? Ja, klar. Na,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那个音管，wie viel sind da drin? 4 Register. 4 Register. 有4个音色， wie viel sind das ungefähr? Das sind, das ist kombiniert, ja, so knappe 200 Pfeifen. 大概有200个音管，就在那个反射器里面。那因为我们看不到啊，我们听到好像直接从天上下来的音，非常神奇啊。So als würde man vom Himmel, als würde der Klang direkt vom Himmel kommen. Ja, genau.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来源啊，所以太棒了。Und das ist eben das Besondere hier, dass wir Orgel an verschiedenen Stellen haben und dadurch auch so einen Gesamtklang haben und eben hier in dieser Akustik wirklich auch der Zuhörer ein Teil des Klanges ist. Ja, 所以它那个音从不同的地方出来，所以我们好像坐在中间，被那个音好像包围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听众，我们每一个人变成整个这个一个部分，我们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部分。Man hat ja den Eindruck, der Saal ist gar nicht so groß, ne? Nee, hier auf der Bühne wirkt das wirklich sozusagen wie ein Wohnzimmer. Wenn man dann durch die Ränge geht, sieht man doch, dass da eine ganz schöne Entfernung ist. Aber es ist letztlich alles sozusagen innerhalb von 30 Metern Entfernung zur Bühne. 我们在表演台坐着，我们好像在自己的客厅一样。这么大的一个音乐厅，可是我们感觉不到，因为每一个座位离我们这个中心，我们这个指挥的位置没有超过30米，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都很近，都很相近。Wir sind ganz glücklich, dass wir uns hier heute getroffen haben, dass wir diese Orgel so genießen durften. Und das werden wir mit nach Hause nehmen. Sehr gefreut, dass du da warst. Ja, danke. 我们非常高兴，他今天能为我们弹这个管风琴，我们能够把这个非常神秘的这个印象拿回家。Thomas, vielen Dank. Danke, Andi. Schön, dass du da warst. Ja, mich sehr gefreut, dich kennenzulernen. Und ich wünsche dir alles Gute und ich hoffe, dich sehen wir uns bald mal wieder. Ja. Sehr gerne. 非常感谢他今天给我们解释这个管风琴，然后为我们弹。我也祝他运气好运气啊！希望不久的将来还可以再碰面。好，danke schön。现在到了这个一北爱乐音乐厅的屋顶，一般人不能上来，所以看得很神奇，也看到这个波浪形的屋顶，很棒。这边这个看着汉堡看得很漂亮啊，这个景观很美。这个盖很久，这个音乐厅也花了很多钱，人家都很不耐烦，然后觉得哎呦，反对的人很多。但是这5年以内，大家都很喜欢。我相信你们过来这边亲自看，也一定会很喜欢。今天汉堡的音乐都市，从以前到现在，介绍到这，还有很多可以看，但是
最好还是自己来看看。希望以后在汉堡见，谢谢。